我们今天要谈的是2型糖尿病的管理，我们所牵涉到的3件小事和3件大事。大家都知道的，2型糖尿病是千人千面的，每个人的状态都不一样，所以要统一来探讨2型糖尿病的朋友们如何去管理你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有相当难度的。但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3件小事和3件大事呢，基本上是一体通用的，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内容自己做出针对你自己的微调。那么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我们今天所要探讨的3件小事和3件大事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件小事，它的重要性非常非常高，就是你的食用油的选择。我们一直以来认为，我们人之所以会有2型糖尿病，是因为我们碳水化合物的热量吃得太多了。有一些专家学者提出来不同的意见啊，他们认为比碳水化合物吃多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是因为我们食用油吃的有问题啊。大概是在1980年代，就是精加工的种子油啊，在全人类的社会里面开始普及开来了。而这个跟整个全人类的慢性病的普遍化有相当重要的关系。目前的精炼种子油里面，第一个反式脂肪，现在大家都知道反式脂肪不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反式脂肪是否存在于你吃的加工食品里面。如果你吃的是比较原生态的食物，自己做的，你比较不需要担心有反式脂肪的问题。所以反式脂肪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 Omega-6 的过多的摄入。而今天我们 Omega-6 摄入过多的最大的来源，就是厨房里面做菜用的精炼的种子油。所以玉米油啊、大豆油啊、葵花籽油啊、花生油啊、葡萄籽油啊，这些油里面 Omega-6 含量都非常高。这些油脂对我们的健康其实是带来相当大的挑战的。适合我们用的油，比方说猪油啊，比方说初榨橄榄油啊，比方说我们中国自己非常多的头道茶油啦，这些都是相当稳定的油脂。所以呢，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件重要的小事。管理糖尿病我们要谈的第2件重要的小事是喝水。身体缺水会促使你的血糖升高的，尤其是在血糖比较高的情况下，它容易出现渗透性的利尿，就是你尿多，尿的越多，你就身体就越缺水，身体越缺水，容易刺激你的血糖越高的。所以每天喝足够多的水，维持你的血容量是很重要的。一如既往的跟大家建议，你身体对水的需求量，看你尿液的颜色是最准的。尿液的颜色淡淡的黄色就刚刚好。如果你的尿液的颜色比较黄，水没有喝够。如果你的尿液的颜色跟清水一样的清，水喝太多了。当然，当口渴的信号来的时候，往往已经迟了。所以保持好经常性的补充水分的习惯是一件很重要的小事，对你的好处会很大。第3件小事是大家需要关注的，是你身体要有充足的维生素 D 和充足的镁。维生素 D 和镁的补充对于改善我们身体胰岛素的敏感度，它们是有很重要的贡献的。维生素 D 很难透过日常饮食里面获取。正确的维生素 D 的获取是我们身体的皮肤接触了阳光当中的紫外线 UVB 的时候，我们身体可以制造维生素 D。可是现在这个社会，现在这个时代，要透过晒太阳来得到足够的维生素 D 比较不现实。我们身体对维生素 D 的需求量很大，所以跟各位建议的是，维生素 D 的部分真的是需要依赖营养补充剂才能够得到的。另外一个就是镁的补充。现在的因为土壤营养的流失、矿物质的流失，最后导致的并不是我们吃的食物里面镁不足啊，连我们吃的肉类，他们的食物里面矿物质都不足啊。我们今天吃的几乎所有的肉类全部都是吃饲料的，而他们吃的饲料几乎全部都来自于转基因的玉米或者是转基因的大豆，里面严重缺少矿物质，而所有的矿物质里面最容易流失的就是镁。所以今天人类缺镁的现象很严重，所以我经常在我的视频里面提到平民镁的重要性。因为目前大家都知道缺镁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很多人在补充这个酸镁那个酸镁。可是我们不了解的一件事情是，各种各样镁的形式，你把它放到电子显微镜底下去看，即使透过你的小肠吸收了以后，它们的粒径啊都过大，很难达到比较理想的利用率。所以皮米类的矿物质的出现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它的粒径小到了皮米粒径，皮米粒径比纳米小了1000倍，所以它对细胞的利用率大幅度的提高。所以第3件小事是提醒大家补充维生素 D 和补充镁，这是3件小事。2型糖尿病的人管理自己的健康的3件大事里面，第1件大事真正的是优化饮食结构，
了解二型糖尿病的底层逻辑，你的身体处理碳水化合物的热量有障碍。如果你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在你身体里面转化成了葡萄糖，你身体没有办法很有效率的去处理，所以这些葡萄糖留在你的血管里面了，留在你的血管里面时间长了以后就叫做糖尿病了。所以这个底层的逻辑其实是跟我们饮食里面碳水化合物是有关系的。很多的朋友在各种各样的咨询提供给你们的信息，有的人说你必须要吃碳水化合物，不吃碳水化合物会如何，有的信息告诉你说你碳水化合物吃多了会如何。我跟同学们说很简单的，你呢带上一个动态血糖仪，这个是我给你们建议的第二个大事哈。带上动态血糖仪之后，你的饮食不用做出任何的改变，你原本怎么吃你还怎么吃，你观察动态血糖仪图形的变化2到3天，听清楚了哈，我说图形的变化，我不是说你血糖数值的变化。动态血糖仪的数值和指尖血的数值，除了有仪器本身的误差的区别之外，它们还有一个时间差。所以如果你带上动态血糖仪以后，你要去跟你的指尖血做1对1的比对的话，你很难对得上。然后这2个指尖血和动态血糖仪里面的数据还有时间差，它们2个时间相差了大概5到15分钟啊。动态血糖仪反应的速度比较慢，指尖血反应的速度比较快，这2个东西去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动态血糖仪可以给我们提供非常非常有价值的是，你可以看到24个小时时间里面你的血糖是怎么变的。那么你带上动态血糖仪以后，先观察个2、3天，你就知道你的 baseline 就是你的基础线在哪里。每一个人的基础线都不一样的，你了解你自己的基础图形大概是如何。这个时候如果你看你的图形变化是大起大落的这种变化，你去观察一下你吃了什么。在出现大起迅速上升之前，你有没有吃碳水化合物？在出现大幅度上升之前，你有没有吃了粥？你有没有吃了面条？你有没有吃了馒头？你有没有吃了主食？你问你自己。然后呢，明天你把主食的量减掉1半，我也不要叫你全部减掉，你再观察你图形的变化，慢慢减，你自己根据你图形的变化去调整你的饮食结构。这是清晰的可见的，在可见的状态下监控，然后呢调整自己的饮食。目前动态血糖仪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价值。在这样的状态下面，你自己去观察你的血糖和你饮食里面的碳水化合物的关系是什么，清清楚楚了，你完全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去调整。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因为所有糖尿病的朋友每一个人的用药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现在正在注射高剂量的胰岛素，你要注意了，因为你在饮食里面减碳水化合物的时候，第一个你血糖有可能会降，第二个你血糖有可能会出现波动，会比你平常的波动幅度更大。因为当你在改变药物的剂量的时候，你的身体呢突然之间失去平衡了，失去平衡之后，它会寻找新的方向，那个时候看到波动更剧烈。它每一次改变饮食给你身体带来的反应，要在3、5天以后它才会稳定下来，那个时候你才能够清晰的看到你改变饮食的变化是什么。所以请各位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耐心，饮食结构的调整是第一个重要的事情。那么第二个重要的事情是动态血糖仪可以给你提供的价值，你要懂得怎么去判读，它对你来说很重要。第三个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运动。运动跟糖尿病的关系是什么？我所遇到的朋友们都相信运动可以帮助我们管理血糖，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呢，我们往往呢对它的理解有少少的偏差，我需要跟大家调整调整。我看到很多的朋友一测血糖高了，说那我就去运动，运动完了以后我的血糖就降下来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用这种简单的方式去理解运动和血糖的关系的话，你严重的错过了运动真正可以给你带来的价值。你饮食稍微控制一点，你当时的血糖就不会升上去了。你需要把自己累得半死去做运动，只是为了把你的血糖从11点几降到7点几吗？你可能永远这么做吗？你可能从今天做到10年、20年、30年以后，你还依然这么做吗？是做不到的。运动对我们管理血糖最大的价值，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我们的代谢健康的环境，它可以整体的调整我们的代谢环境。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直接影响你当时血糖的一个手段，它是可以影响你整个代谢健康和整个代谢环境。配合你的饮食，配合你的监控，配合你的维生素 D 和镁，配合你充分的饮水，配合医生开给你的药，你在做有规律的运动，结合有氧运动，结合重量训练，
我跟各位说，你不要认为说我做的强度越大对我越有利，我身体感受的痛苦越高我对我越有利，其实不是的。你就有规律的去做有氧运动，有规律的去做适量的力量训练，养成一个规律性的运动，它可以增加你身体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它可以帮助你身体更好的利用葡萄糖。所以这不是一次运动可以给你带来一次的好处，是长期运动可以给你的代谢健康整体带来的好处。所以这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3件小事和3件大事，希望对大家会有帮助。